你的上班的制服你换掉了，你就换了身份了嘛。我们出家人没得脱的，尤其这个光头你换不掉的。出家人的一天，就其实也忙的，对，有点像我们的部长，白天上班，晚上还要接见选民这样子。出家差不多33年了。今年出家21年。那出家的原因是什么？每个月上班，一直上班，然后把这个月赚来的钱，然后下个月花掉，然后继续赚钱，然后再把它花掉，然后就有点那个意义，很像没有太重。我的生命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一些东西，还是我的时间应该可以赋予在更有意义的活动上面。严格来说是的，佛陀都鼓励出家人住在寺院里面。第一，它是有一个约束力嘛，就很多位出家人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互相鼓励对方，然后也能够互相监督对方，我们彼此的一个修行。所以还是鼓励大家住在寺院里面。可是因为新加坡环境有点特殊啊，有些出家人还是选择自己住在自己的地方。如果这个出家人他没有依附在一个比较有组织的一个团体里面的话，他又住不起那些大间的 land property， 我们讲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办？政府主务是适合的。出家人的一天，就其实也忙的，对，有点像我们的部长，白天上班，晚上还要接见选民这样子。早上就起来做我们所谓的早课，就是早上的诵经然后之后就用早餐然后可能运动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就是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们所谓的上班时间，那各自的法师他如果是负责行政的，他就得进行他行政的工作；那负责教书之类的法师，他就得备课，准备他的课。那晚上也会比较精彩，因为晚上就是居士下班的时间，我们的信众下班的时间。那晚上通常就会有补充的课佛学课，还有不同的活动。所以白天负责备课的法师，他晚上就得继续上课，还是应付信众，还是有共修法会之类的。那僧人也会出门逛街吗？或者是出国旅游？吃饭逛街，通常就是，我们所谓的 purpose oriented， 就是有机动性的，就是有目的性的。那偶尔我们出家人，我们彼此之间如果住在一个寺院的话，我们偶尔也会约一个时间出去散步、运动，可能喝个咖啡之类的那可是跟普通人的那种出门逛街的形式有一点不大一样，就比较不会有闲逛的情况因为外面卖的东西我们其实很少用到，买衣服我们穿不上衣服，买鞋子我们也穿不上外面的鞋子，所以闲逛就几率比较少。我们往往都会有自己的 me time， 有没有下午的时间，还是避开周末的时间，我们就能够到外面走一走运动，看一看世界，呼吸一下空气，也算是自己充电的一个时间我个人就会带一些团我们称之为朝圣团中国会去4大名山，那间中可以1、2个风景穿插在里面。那印度的话呢，毕竟就是这个佛教圣地来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去泰国、缅甸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去。另外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有时候我们就会陪我们的父母，那父母可能年纪大了，兄弟姐妹也比较少的话，那有时候我们会带着父母一起去走走，因为出家人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比较好掌控，我们上班的时间比较灵活一点。那出家后还能和自己的亲人还有朋友联系吗？我们是隔离双亲就是说不跟他住在一起，然后交流还是会有，但是很少，比较少。
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像华人新年的时候，偶尔我们会可能回家看一看，走一走，陪他们吃一个饭这样子。可是我们出家人有戒律了，就不能够长时间待在家里面。像你们就是通过 Facebook 然后联系上我们这里嘛。COVID 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通过视频啊、直播与信众保持联系。那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延续下来，更何况现在很多东西都是通过网络还是通过 App 来进行啊，所以我们寺院也是顺着这样一个趋势而走，所以必须迎合科技啦，必须拥抱科技。重点是我们是怎么利用手机，而不是被手机利用呀。同样的，科技是寺院还是僧人怎么利用科技，而不被科技给束缚啊。所以我们比较不会被 TikTok 吸引，然后一直滑，无量无边的滑。薪水啊，佛教是个古老的宗教啊，所以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如果你说古代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了。正常的薪水是没有，但是那个寺院会补贴我们我们叫零用钱啊。那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的话，那交通方面，那我们自己如果医疗方面需要医疗方面的服务，那我们就得自己自掏腰包咯，就是零用钱啊 ，pocket money，pocket money 它衣食住行都是用这个零用钱。对。那我们的像手机费，那我们就自己用这个零用钱还啊，交通衣食住行啊，基本上对。比如说，我在泰国住过2年。在那边的话呢，我们是根本出门都不可以带钱的。那可是的话呢，我们穿着袈裟，我们就是去托钵，住的话呢住在寺庙，那么出门的话呢就是有居士来载，那或者是说有人跟着我们买票，那如果我们生病的话，住医院是免费的。所以各种东西都是照顾到完的。那当然我们不能够用新加坡跟泰国来比，毕竟是泰国的这个佛教的历史很久。不能够算是一个职业啊，因为大家对职业的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一个谋生的一个方式嘛。那我们上班，可是我们还是没有领薪水。即使有零用钱，它也是非常的微不足道。它其实是另外一个生活的模式啦。把宗教放在中心啊，那所有的活动啊，都绕着这个宗教或者推广宗教的这个方向走。从我个人的角度，它绝对不是职业。职业的话呢，你就会有上班下班嘛。你下班的时候，你衣服一脱掉了，你的上班的制服你换掉了，你就换了身份了嘛。我们出家人没得脱的，尤其这个光头你换不掉的，你去到哪里人家就知道你是出家人了，所以我们没有上班没有下班，而且我们是没有退休的。你工作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可以退休，我们没得退休啊。我们的职务我们可以放下交代给年轻人，可是我们这个身份永远都是这样子。